崩掉了。这个 C 大这个屋顶的话，也就是有个10来年的时间吧。大家好，我豆壳。最近我身边有几个朋友，家里屋顶漏水，把雪松屋顶呢都给拆掉了，全部换成了沥青屋顶。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雪松屋顶。我个人为什么不推荐使用雪松屋顶？它都有哪些问题？以及买房子的时候遇到雪松屋顶该注意些什么？在前些年雪松屋顶一直是多伦多豪宅的首选。在多伦多一些街区，清一色的都选用的是雪松屋顶。选用这种屋顶呢，一般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是因为它的价格贵，它的材料和安装价格是普通沥青屋顶的几倍。有些人觉得贵的就一定好，因此为了追求档次就选用它。第二点呢，就是因为好看。有些人觉得雪松屋顶看起来呢像童话小屋一样，跟这种古典风格的房子就是 classic 的很搭。第三点就是它的寿命长。我们看到的很多介绍都是说雪松屋顶能够使用30到50年，寿命比普通的沥青屋顶呢要长很多，这样算下来反而更划算。我个人呢并不推荐使用雪松屋顶，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对于屋顶材料来说，它需要实现的主要功能就是防水，保护房子不受雨雪的侵害，便于维护。能用很多年不漏水少维护才是真的好。而在这方面，雪松屋顶显然表现不是很好。雪松屋顶的防水跟普通的这个沥青材料不同，除了靠表面的这个坡度流水以外，更重要的是靠底下粘了一层这个防水材料。底部的防水材料质量好，防水效果呢就好。因为这一部分属于隐蔽工程，盖上雪松木板你就看不到了，再加上业主与施工方的信息不对称，这一部分的关键细节很容易被忽视。第二点就是雪松屋顶的瓦片是需要透气的。雪松木板它本身具有一定的防腐能力，但是跟普通的木板一样，都需要干燥透气，这样它的寿命才能长久。底下全是那个发潮的。雪松屋顶在施工的时候呢，一般底部需要加一层透气层，做法一般是加一层透气网，或者呢打个透气框来延长使用寿命。这部分呢也是这个隐蔽工程，一些队伍很容易把这部分呢给忽略掉，直接在防水材料上安装这个雪松瓦片。第三点就是材料本身，因为雪松是天然木材，树木的品种、等级差别、厚度、宽度决定了材料本身的寿命。越是复杂的这个屋顶设计，越不能采用这个雪松屋顶，因为材料本身不适合复杂的工艺，比如像转弯抹角、弯垒，或者呢需要弯曲或者说是大面积防水的地方，就容易做不好。比如图片上这几个，这种样式的屋顶呢，本身防水难度就要高很多，而且这附近很容易堆积像树叶和积雪。对于沥青屋顶来说，这都不是问题。但是对于雪松屋顶来说，这会加速屋顶材料的腐烂。雪松屋顶时间久了，钉子生锈腐烂很常见。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吧。看到没？这钉头没了，这里面已经腐蚀掉了，导致屋顶渗水。而飞上就是边缘盖板这一块呢，它这个位置处理不当，也很容易倒呛水。还有就是这个 step flashing 这个位置。更重要的一点是市面上好的安装队伍和专业的维护队伍也很少。在安装雪松屋顶的时候，钉子的力度和位置都很重要，一旦力度太大，很容易打突木板。这个位置的话是它那个 C 点的屋面早期安装一般都是人工打钉，这种问题会少很多。而现在呢，一般都是气钉，控制不好就更容易出现问题。这个 C 大这个屋顶的话，也就是有个10来年的时间吧。
因为木头本身的自然属性，雪松瓦片容易风化开裂，尤其是这个钉子的位置打得不对，开裂的几率呢就会更大。这些都是雪松屋顶面临的问题。钉子给打劈了，看这种，全是这个钉子打劈的。看，还有一个是时间久了以后，它劈掉了。选择好的施工队伍尤其重要。它不像这个沥青瓦片厂家，它这个竞争比较激烈，各种推广、培训、产品更新做的都那么到位。因此，经过专业培训、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队伍很难找到，而后期遇到问题想找专业的师傅来维修，则会更难。雪松屋顶它本身吸水，时间久了以后呢，容易发霉长苔藓。不同于沥青屋顶，雪松屋顶的维修成本很高。一般来说，雪松屋顶需要进行定期的清刷，清理表面的苔藓和覆盖物。很多的雪松屋顶疏于维护，朝阳的一侧被晒得发白，而阴面呢又布满苔藓。加拿大本身的自然环境和气候也不利于雪松屋顶。首先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动物做窝，不少的豪宅周围树木茂盛，野生动物很多，屋顶被动物打洞就很常见。在木屋顶上打洞，对于加拿大的松鼠和浣熊来说是很容易的。第二点呢，就是大风。雪松屋顶都是靠钉子来固定的，木头本身容易吸水，冬天上冻膨胀，时间久了容易松动。遇到大风天，雪松屋顶的瓦片容易被吹掉。第三点是不便于维护。雪松屋顶维护并不容易，它不像普通的沥青屋顶，维修完你都看不出来。雪松屋顶呢，需要专业的师傅对瓦片进行修补，而且在维修的时候还要特别注意，别把瓦片呢给踩坏了。在维修维护的时候，沥青屋顶还可以呢打安克，就是铁件来固定安全绳，来进行施工。而雪松屋顶呢，它的风险性就要高很多，很难做一些安全措施。如果上面再长了苔藓，就需要更加小心了。在买房的时候，遇到雪松屋顶一定要仔细检查。注意一下这个瓦片有没有被吹掉和修补的痕迹，不能单靠这个无人机来检查，有些地方看的没事儿，里面呢有可能早已风化。如果看到发黑，这个杂物堆积的地方，这些呢都需要特别注意。如果方便的话，最好是让验房师到阁楼里面查看一下通风的情况，看看有没有霉菌，通风够不够，有没有漏水。由于产品本身的质量问题，老房子一般雪松可以用很久，但是呢，近10几年来，产品安装和质量远不如以前，出现的问题呢也很常见。材料本身、安装质量、定期维护、气候环境、周围大树都会影响雪松屋顶的寿命。当你发现屋顶出现掉片、开裂、漏水、打弯的情况，这说明这个屋顶需要维修或者更换了。我这2位朋友的雪松屋顶都没有超过15年，一个是12年，一个是14年，这就需要更换了，都换成了普通的沥青屋顶。为了做这期视频，我写好稿子以后发给了几个不同的屋顶师傅，让大家呢给我提意见。我把这些意见呢然后收集整理到了这期视频里面。刚刚那个温哥华的老田给我打电话说，他说你这个视频有些不对的地方，我来给你纠正一下。他说对于这个 Cedar 的这个屋顶它按照道理来讲，它应该是通风透气性最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温哥华那块，像他们那个在参加培训的时候 ，RCABC 的这个培训，这个屋顶在施工的时候，当你这个 roof truss 做完了以后，上面呢来打这个木框，打完木框以后，在这上面呢来安装这个雪松的这个瓦片。这个瓦片和防水纸是一层防水纸一层瓦片，
这种做法来做的。这样的话就说是一，它的这个防水效果特别好；二，它的这个透气效果也特别好。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这个雪松的屋顶能够撑30到50年，是因为本身的话它底下没有木板，直接是在框架上来定，然后呢有这个每一层的防水纸，这样防水效果、透气效果都特别好。但是到了这个多伦多就不一样了，而且呢我也看了一些很多网上的一些做法，他们一般都是等你这个屋顶屋架做完以后，你的这个吸体，就是说你这个木板做完了以后，然后再来做这一层的这个雪松屋顶。那个时候木板已经完全把这个雪松和阁楼之间这个空隙呢都给隔绝了，它就起不到这个透气的效果。这也是为什么目前来讲一些新的这个雪松屋顶它的寿命不会那么长的原因。而一些新的一些这个施工视频，它主要是讲的是在现有的这个 plywood 上面，就是现有的这个屋顶木板上来如何施工呢？人为的创造一些透气的空间，或者人为的来打一些框架来做。因为本身啊，这个阁楼跟这个雪松屋顶之间啊，它都已经是阻隔了，所以呢还要额外的来开气孔来进行透气。我觉得这次啊通话这个真的是很有收获。一方面帮助我了解到了，就说是在温哥华那边他们这个雪松屋顶如何来正规施工的；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了解到了为什么多伦多的雪松屋顶寿命都那么短的原因。此外呢，也解决了我一大问题，为什么很多人都讲雪松的屋顶寿命长，而现在我周围的这些例子寿命都比较短的原因。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视频，希望对你有帮助，咱们下期见，拜拜。